现在就准备进入了彼得夏宫。彼得夏宫这个所在，圣彼得堡是靠近芬兰湾哦。其实从圣彼得堡到北欧的芬兰蛮近的哦。它离芬兰湾的南岸的涅瓦河，离圣彼得堡很近了，27公里而已哦。那它建筑于在17世纪1710年到1714年，最早由俄罗斯的建筑师所设计。1716年，当时的彼得大帝邀请了法国的建筑师以巴黎凡尔赛宫为蓝本的整建，更从法国召集了多位艺术家跟工程师参与了整建夏宫的工程。我们现在进来到了彼得夏宫里面哦，它除了外面的花园之外呢，彼得夏宫里面呢还可以进来看看它美丽的艺术展览哦，看看俄罗斯式的建筑，那里面哪里哦也充满了不同的风情啊。彼得大帝为了监督当时海军基地而盖的一个地方啊，因为他太喜欢这个地方了。后来呢，陆陆续续呢又盖了很多像 villa 一连串的宫殿。可惜呢，彼得的夏宫在2战之后呢，当时的 Petterford 完全被毁掉哈。讽刺的是，当时要把彼得夏宫的 Petterford 办一个 party， 和史达林的对策就是干脆把它炸个片甲不留。所以呢，以整辆阿西尊呢，彼得夏宫是经过被破坏的啊。但是呢，是谁破坏的啊？其实也是俄罗斯自己本身啊。这里面呢，你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俄罗斯人对于自己的艺术文化的结构呢，保护得非常的好啊。很多的地方其实你看起来根本就没什么，但是呢，它不允许你拍摄啊。我们现在呢又走到了外面来。那其实呢，彼得夏宫另外一个最震撼的就是外面的这些花园。这个外面的花园呢，我真的觉得很不得了哦。这外面的这些宫廷造景的花园呢，可以说是比里面还要吸引人呢。为什么这么说？里面难道就不美？里面当然美啊！问题是因为可能我们是凡夫俗子所以有时候艺术看过之后很容易忘啊。所以我们看看外面的美丽的风景呢，比较不容易忘为什么不容易忘？因为我们会在外面拍照拍完照之后相片留下来就不会忘了彼得夏宫，彼得大帝的住所，淳朴的石造建筑，规模设备远不及后来继承的人所新建的一个叫做东宫。那你看这个芬兰湾边这个彼得夏宫天哪！1714到1723，超过了5000个劳工、军人来施工，加上了建筑师、水利工程，这看不用机海喷的完全是用水利工程所做的建筑。原本叫做彼得霍夫宫，前面的喷泉呈现的是阶梯瀑布，一条接着一条直通海湾的水道。这个设计，我觉得到现在还是很震撼彼得夏宫以喷泉闻名，最华丽的夏宫大殿门口的喷泉瀑布呢，是它最壮观的地方。整个视野呢，一路延伸到海岸去，这个所在真叫水，真的很棒
18到19世纪的彼得夏宫一直都是沙皇家族夏天的居所，整个区域分成为上花园跟下花园2大区域。上花园是英国式的建筑，下花园是海的园区，2大园区以大宫殿居中隔开来，这就是彼得夏宫最为人震撼、津津乐道，也是最多人驻足观赏。尤其是前面落差20公尺的大型阶梯瀑布，就是现在这个叫阶梯瀑布哈，呈阶梯展开的大瀑布呢，很多黄金的黄金雕塑。你讲当家那当天这水是要哪喷啊？哈，卖结冰的送袂来哈。大部分都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人物，每个雕像都像耀眼的喷泉。尤其是在夏季来的时候，它的日照时间呢，在俄罗斯一直要到晚上11点哦，它才会天黑。哇，你看那个希腊神话雕塑的力与美啊！这也就是圣彼得夏宫哦，我个人觉得哈，我觉得很多人说东宫很美，是因为东宫里面的艺术品啊，保留了很多哦，留下非常多的艺术品。但我认为夏宫更厉害，是因为呢，夏宫门口这些花园建筑跟雕塑，每来啊，都还是让我觉得震撼莫名哦。彼得夏宫呢，一直都是沙皇家族夏天的居所。整个区域呢，就刚刚我说的分为上下花园啊。那皇家呢，当然呢，要以喷泉啊，还有它的夏宫大殿为名啊。夏宫大殿的斜廊奥表款呢，这栋整个建筑群的中心长约300米，犹如神话一般的宫殿啊。周围的自然和谐协调，各方均认为18世纪最难得的建筑学遗产——巴洛克洛可可古典主义的风格，完全融合在这里面。黄白相间的皇宫建筑，外观呢清晰又典雅。圣彼得堡的东宫哦，前面我们看过的夏宫，当然就会有东宫哈，既有夏就会有东啊。东宫又是跟夏宫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了哦。从哪边可以看得出它完全不一样呢？当然，从它收藏的东西哦。东宫博物馆是由5栋不同时期落成的建筑所组成，包含了东宫。还有呢，小汉弥顿宫，我们从外面看哦，大汉弥顿宫跟新汉弥顿宫，还有汉弥顿剧院，就树立在现在的这个涅瓦河畔，就是我们它绕了一圈的这5栋不同时期建成的。东宫的基础在伊丽莎白女皇，意大利的建筑师拉斯提里监督建造，历经了8年才完工的皇室官邸，最多人的这个黄色的在青色的对面那边就是王宫广场哦。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叫王宫广场。那这整排呢
也是俄罗斯古典建筑主义哦，尤其是在这东宫的对面啊，你看有没有？可以看得到气势滂沱，还有中间那一根47公尺管。这个亚历山大柱是为了纪念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战胜了拿破仑而立，近4年的时间才把它完成的。而旁边后面现在那一栋门呢，是胜利女神这个双拱通道的设计，驾着战车的还得跟着整排的俄罗斯古典主义王宫广场，然后对面这里王宫广场然后你看中间的那一个亚历山大柱这整个是它的广场那看完之后就可以慢慢的前往东宫里面的房间来给大家看在外面有很多穿着着以前俄罗斯风格的这一些人员在外面你别看呢，还是会垂你翕相的哟在从你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它很多你有时候你要了解不了解的话呢，你一进去呢还以为这些穿古典服饰的人本几年光阴概念加起来我们怎样其实有时候在这种广场，你遇到像这样子的人物的时候呢，你都要知道拍照它是要钱的东宫这座威武涅巨的涅瓦河畔占领的宫殿广场，在涅瓦河大街，你很难忽视它的地方现在我们进来到里面了，严格来说，东宫的全名应该叫做影视博物馆。它呢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罗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呢并列为4大博物馆，那你就知道啦它重要在哪边你也就知道为什么它很有名咯影视博物馆面前幅地广大的宫殿广场就是咱对外靠要行里边也是11月革命，也是呢列宁由此攻入东宫包含了2008年奥运也是从外面的那个广场进来的OK， 这里面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地方呢是不允许拍照的东宫奠基于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皇时期，继位后呢继承父亲欧化的这个精髓大力的新建的圣彼得堡，当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东宫呢，他聘请了当时的意大利建筑师来设计对应的夏日避暑的彼得夏宫那之后接手扩建的是凯撒琳大帝，他在东宫的一侧增建作为收藏私人美术馆的作品所以我们刚刚才会叫做影视4大博物馆那当时呢他取名法语的宁静的角落叫做艾米尔塔这个馆呢因此而得名Hamilton， 而博大精深的中文呢则给了他一个非常优雅的名字，叫做隐士鲁隐士也是一样偏僻静谧的角落。这里这个当时的凯撒大帝传说啦当时的女皇曾经自豪夸赞说，在这个偏静的角落，只有老鼠和我呢欣赏这些杰作，这儿就是世人所称的小隐士鲁博物馆。一直到了1764年柏林的富商与凯撒琳大帝的225幅林布朗Lewis 的画作呢凯撒琳大帝呢嫌不够，又再多建了这种收藏馆放置的大量的名画啦、珠宝啦、玉石啦这也就是现今影视博物馆的雏形所以它到底他们这个宫殿的时候，我不跟你讲外靠有5栋连在一起，它都是属于东宫，有没有那凯撒琳大帝呢继续建了剧院之后尼古拉一世呢又为了收纳艺术品的需求呢又建了一个一直建就建成了5栋这5栋呢就把它连在一起。虽然当时的凯撒琳大帝，虽然当时的女皇很小气，宁愿跟老鼠及情夫们一同欣赏她的艺术品，也不愿意跟民众分享，但她对于彰显权势的执着以及对艺术品的疯狂爱好，造就了今天我们来到了东宫，拥有世界4大博物馆的美名，可见了当时凯撒琳大帝他的藏品有多少，才会让他变成今时今日的4大博物馆。他在位34年，大量的搜刮各类的艺术品光是他在位的前4年就买了一堆了真是算有钱。
那么凯撒林大帝花了很多的钱买艺术品啊，收藏的内容呢也包罗万象，不计其数的画作、珠宝、玉石雕刻啦、瓷器啦，包括了16000枚的硬币，还有纪念章，还有3万多册的书啊。这些书呢，不是坑里图书馆科考年啊，堪称热爱文艺的他跟伏尔泰保持多年的通信啊，一直到1778年逝世为止呢，还把他的7000本的藏书买下来作为纪念啊。对艺术，如果你懂的话，东宫他很让你喜欢的；对艺术如果不懂的话，没关系，谁的蒙看看蒙看看。当时俄罗斯在11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政府对于宣扬地位的东宫艺术品，但当时在11月革命之后，并没有痛下毒手破坏哦，而且呢，还把它全部集中到这儿，让隐士卢收藏品呢大幅的增加，总计超过300万件，这么多啊！如此惊人的博物馆，想看过一遍，那上少按2天以上的时间哦，泡不惯了高看的人，那不是一天看得了。这里呢，一般来讲，除非你对俄罗斯的文物或是真正的艺术的这一种热爱者你才有可能在里面呢待超过1天的时间，不然根本是一个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哦。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从通往1、2楼的大厅呢，称为约旦街厅呢，气势磅礴的这个街厅呢走了上来就可以慢慢看了哈。它光是约旦阶梯，我们刚开始入门，一大堆五百大概到摆队的一双，嘿的叫约旦阶梯。在1837年东宫大火之后呢，重建时唯一保留原始风格的一部分这个白色的墙面呢，它花了很多的金箔跟镜面来装饰，富丽堂皇这也就是东宫吸引人迷人的地方。哎呦，你现在再看看这个地上的马赛克图画，看得很我讲我艺术品太这里啊涂骹这卖讲天顶了连涂骹都是啦，地板天花板都是全部呢都是他的收藏品那你看，光是地上这一幅马赛克的图画，会不会就让你觉得有点震撼呢？马赛克图片呢，其实在东宫呢，在欧洲的建筑艺术呢，其实占有一席之地非常的不得了那包含了数千年的考古出土文物呢都有，而且放在它的回廊上面雕塑、珠宝、家具都有啦，看不了那在这个美丽的艺术大堂呢，多的不胜枚举，天花板也有文章包括呢特殊的造型桌子，还都看的给我这个灯太贼我一下的光美料，很多很多，真的蛮多的然后包含了在悬挂28座大型的水晶灯在这个它的大厅里面
那包含了小隐士路2楼的阁楼厅，哎呦，白色大理石，Uber 哇哟，旁边有一些呢，像这里还好，旁边有一些呢，还有用这个黄金来装饰雕塑，大量的黄金装饰雕塑哦。那用各色木头地板组合而成的，这个乔治大厅曾是沙皇加冕举办的地方。各种各式各样的每一个厅都有它的名称啊，而且每一个厅呢都有它值得展览的地方。所以东宫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美术馆，而它跟像大英博物馆等比起来了，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最大的好处呢是这个地方呢，它拥有很强烈的豪华感。这本身这里，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法国的凡尔赛宫里面放的收藏品啊，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华丽程度啊，完全不输给其他的博物馆，比大英博物馆还要了不起。来对这个华丽程度，比罗浮宫也还要漂亮哦。包含这里面还有沙皇宫殿啊，各式各样门窗、廊柱、这个墙壁弥漫着都是华丽、精致、雕梁画栋啊！这对外行的观光客，像我这种对艺术不是很在行的就光是这一栋建筑物呢，就让你值回票价，可以看很久了啊！那定要盖了这也就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占地9公顷，大小房间共计有1057间，开放民众参观的展厅呢，分布在东宫及大小隐士路3栋建筑物，数不清的走廊，看不完的回旋梯，哎呦真多而且呢，从前面进来的这个19世纪称为约旦街厅呢，也是象征耶稣受洗后的约旦河畔不代不及内容这里约旦这个国家的名当时沙皇呢曾由这个阶梯走向涅瓦河，在18世纪称为大使阶梯，是外国使者接近沙皇一定经过的一条路东年的使者见到这般的雕像怎么不会吓一跳你看这个雕塑是躺着的雕塑，看到吧？它都还在背上的那个艺术品，哎呦，在这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品这个安内德的有没有那一个呢是拉斐尔。这里面有拉斐尔作品跟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还有刚刚那个躺着的艺术家作品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3杰，也能够在俄国沙皇的宫殿里面看得到对艺术迷来说呢，疯了东宫绝对对爱艺术的人来讲这真正你不来你都会觉得很遗憾我说过了，如果不是你对艺术没有那么有兴趣，你看连桌脚底下还搞了这个，哇天哪，这种都要一条不知道偌济所以我讲，你若对艺术的没了解，讲简单你会把它当做一个什么皇宫再去参观它，包含它这里的象牙雕烛台、金鸡雕烛台、黄金打造的多彩多姿的天花板，象征皇室成员的一大片的雕像图，还有很多的画作。你看凯撒林大帝多么爱艺术多么爱艺术，收藏不完的艺术然后呢，浮雕天花板，这艺术品已经包含了整个皇宫宫殿规个都是浮雕的天花板给我这个水晶灯，在欧式文化当中呢，水晶灯绝对也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有的人出来对什么都没有，看他吊一盏水晶灯也很漂亮水晶灯其实要摆要很摆对位置摆错了没有办法凸显水晶灯的美丽。所以不管是东西文化都喜欢。你看伊斯兰教清真寺大型一点的，里面也都吊了这个水晶灯，有没有那还有很多啦一下子也讲不完，我们就在里面慢慢的看
圣彼得堡，它有涅瓦河流过哦，有520万的人口在这边，是俄罗斯人口的第2大城。它这里呢，超过100万人的居住的最北端城市，算很大的哦，跟北欧其他的城市比起来，它也是俄罗斯最西方化的城市。这个所在呢，圣彼得堡有彼得大帝所以很简单，我刚刚也说过，涅瓦河看到了吗？1703年在这边建立了圣彼得堡1712年到1918年之间的俄罗斯的帝国的首都，其实并不是在现在的莫斯科，而就在这个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并为帝国3次的大革命，第一次的俄国革命、俄国的2月革命、10月的革命的中心。圣彼得堡多次因为时空背景而更改它的名字。圣彼得堡的历史中心及相关的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整个都列为世界遗产哦。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圣彼得堡的另外一个叫做凯撒林宫哦，所以我刚刚说的哈，当时哪一个皇帝这么独具慧眼啊，知道要来这个凯撒林来圣彼得堡做这个盖下这么多的宫殿那看到圣彼得也知道呢，圣彼得大帝吗？先介绍凯撒林宫这个凯撒林宫其实说真的在整个俄罗斯呢，也是算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也是你非来不可的地方太美了俄罗斯的建筑呢，有别于欧洲的历史不太一样它虽然我觉得怎么说俄罗斯的人呢有一点严肃整个不太像去美国一样来的那么的 free 那么的自由自在但是呢，当然呢，因为每个国家不一样嘛。
圣彼得堡，原来是彼得大帝为他后来的凯撒林所建造，也是仿凡尔赛宫的巴洛克式建筑。在这里面广达600公顷的普希金公园里面，原名叫做沙皇村啊。凯撒林宫内有面积达242坪的大厅哦。我们从刚刚一开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惊艳到在，门口有一个雕像，是1937年为纪念诗人普希金逝世100年而改名的。在这里面呢，每年的5月到8月呢，凯撒林大帝特别喜欢这个宫殿，当时都喜欢在这里办公啊。因此呢，我们又把这个地方呢称为叫夏宫也可以。2战时间遭德国的纳粹军来破坏，1957年到1963年依照原图重建。原图哦，这是改建过后，所以盖加新。凯撒林宫另外一个著名的叫做琥珀厅，只有9坪大，是18世纪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送给彼得大帝的礼物。琥珀厅选用不同色泽的琥珀，精心雕刻后镶在木板上面，组成了护墙板。1941年德军入侵凯撒林宫之后呢，把琥珀厅拆解，装成了27箱，遭到德军占领的柯尼斯堡。1944年，同盟国轰炸柯尼斯城堡，又把装箱的琥珀再拿走，从此下落不明。1979年，苏联政府开始推动了重置琥珀厅的计划，使用了6吨的琥珀6吨的琥珀呢，再把它重新盖了起来。历经了24年的努力，终于在2003年，圣彼得堡建成300档的纪念典礼宾馆，由俄国的总统普丁不是布丁普丁跟德国的总理一起共同揭幕，就在这个地方。进来这里面呢，哇哦，又是金碧辉煌的一幕哦。所以呢，以前的沙皇，你看他有多么喜欢 golden 啊，喜欢黄金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不管进到里面哪一个几乎都是金碧辉煌。我就讲嘛来这看有无？你管你看有啊，看无？看有的听有的，加减啊听；看无的无了解，你嘛知影等来踮台湾讲一句，我去过皇帝因兜伊办公的所在，我嘛去过，这样就够了啦，是不是？为什么？你需求的是什么？你得到的是什么？在于你自己在于你自己。那在这里面呢，真的会让你感受到的是另外一种静态的艺术之美艺术之美，真的。
当我们在看这里面的雕塑品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的杯啊、架啊、碗啊，都有装置艺术绘画艺术。像凯撒林宫正门左右边的窗子都有擎天神用肩膀努力扛着如果你们有留意在看的话，包含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阿拉伯图式的大厅。为什么其实会有一些带有其他国家的色彩？在以前没有什么飞机啦、什么等等之类的。如果在你自己的宫殿能够建造出有别于异国风情代表你这个皇帝加高加厉害等于出国比赛呀，你才能够制造出这么厉害的或者是这么具有异国风格的地方。还有包含这里面有正式典礼官员用餐的地方，还有包含了中国青瓷的壁炉，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得到中国青瓷的壁炉，包含它里面的大厅也是凯撒林宫最大的房间啊。还有呢，我们刚刚从大厅过来，很大的一个双面采光的大厅啊，一直往里面走，我们继续走包含了可以看得到18世纪装饰华丽不是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普京总统礼宾餐厅，我们看看总统吃什么咯。
不管你吃得哈还是吃不哈都没有关系啊。为什么？重点来了，重点是你只要能够去享用普丁他吃啥啊，加什么物件哈，胖顶啊。但是呢，我告诉你，胖虽然顶啊，胖绝对没有添加很多的化学物品的哦。有没有啊？特色餐食啊，任何东西有名人加持过呢，就是不得了了哈。